美国简报。美国简报的信息与观点来自美国和国际权威媒体、智库、政府机构与专家，我们进行了专业的整理、编辑。菲律宾不会成为美中冲突的中转站。英国每日电讯。菲律宾总统斐迪南德·马科斯 Ferdinand Marcos 表示，在对华盛顿特区为期4天的访问期间，他不会允许他的国家被用于军事行动。此次访问正值美国和中国在印太地区争夺战略优势之际。马尼拉最近在允许美国进入4个菲律宾军事基地后引起了北京的愤怒，使美国军队在台湾附近和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站稳了脚跟。美国将马尼拉视为重要的地区盟友，并试图向菲律宾保证其支持，呼吁北京停止该地区的挑衅和不安全行为。美国、日本和韩国计划在广岛举行3方峰会。日经亚洲。美国总统拜登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在日本举行的7国集团 G7 峰会期间分别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举行会晤。预计拜登还将与岸田举行双边会议。广岛聚会将于5月19日至21日举行。3位领导人上一次会晤于2020年11月在柬埔寨举行，竞相解决美国历史上第2大银行倒闭。金融时报。摩根大通 JP Morgan 在联邦监管机构对陷入困境的加州银行进行拍卖后介入收购第一共和国。该银行在4月27日凌晨击败了竞争对手银行的出价。摩根大通担任第一共和国的银行家和顾问，银行成为存款人和买方，获得所有存款并与监管机构达成损失分担协定。对于摩根大通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增长机会，因为它成为美国第2大银行倒闭的最后救星。此次收购将加速美国银行体系的整合，这可能会在危机中引发反垄断担忧。佛罗里达董事会反诉迪士尼。路透社。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任命的监督委员会表示，他将在州法院对沃尔特·迪士尼公司提起反诉，以回应迪士尼上周对德桑蒂斯和佛罗里达州中部旅游监督区委员会成员提起的诉讼。1/3的美国护士计划辞职报告。路透社。根据医疗保健人员配备供应商 AMN Healthcare 的一项调查，在大流行增加了该行业的压力和倦怠感后，美国 30% 的护士希望离开该行业。调查显示， 36% 的护士计划继续从事医疗保健工作，但与不同的雇主合作。它还显示，护士正在寻找增加的工资和更安全的工作环境，以说明减轻压力水准。这个问题凸显了潜在的人员配备危机，因为在辞职人数增加后，医院运营商一直在努力维持员工。特朗普在纽约强奸诉讼中拒绝了误审请求。BBC。唐纳德·特朗普要求在作家 Jean Carroll 对他提起的民事强奸和诽谤案中进行误审，但被纽约法官路易斯·卡普兰拒绝。卡罗尔声称，现任前总统于1990年代中期在曼哈顿一家百货公司强奸了他。特朗普将这些指控描述为虚构。审判于上周在美国联邦法院开始，现在将继续。拜登将接待菲律宾领导人，因为与中国的紧张局势加剧。英国独立报。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科斯将于9月20日在白宫会见美国总统拜登，因为人们对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活动的担忧日益加剧。两人原定于7月27日会面，但在菲律宾爆发 COVID-19 后被推迟。中国在南海越来越自信，拜登政府正在寻求阻止北京对台湾以及争议水域的行动。这次访问将是拜登与太平洋的区领导人之间一系列高级别外交会晤中的最新一次。作为马科斯为期4天的访问的一部分，预计两位领导人将宣布新的经济、教育、气候和其他举措，包括向菲律宾转移3架 C-130飞机和海岸巡逻舰。美国需要新战略来讨好全球南方。金融时报。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 Jake Sullivan 表示，美国希望将发展中经济体纳入其经济政策，并将消除其最重要的伙伴关系仅与成熟经济体建立的观念。沙利文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话时表示，新方法的目的是减少负面的经济外部性，如气候变化和不平等加剧，同时解决企业和国家的权力集中问题。虽然现有的贸易协定既不能照顾人类，也不能照顾地球，导致集中和脆弱，但美国正在通过新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为中国的一带一路专案提供替代方案。
在6月11日至13日的G7会议上，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国家编辑埃德·卢斯 （Ed Luce） 表示，美国需要向其他国家提供激励措施，让他们加入其正在形成的国内贸易共识。他认为沙利文的演讲没有充分解释这一点。卢斯认为，美国需要马歇尔计划规模的慷慨，公共和私人，来实现向全球南方的能源转型。他建议不要削弱世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以实现更多的贷款，并主张美国用真钱来匹配文字，就像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为数千万人提供电力、清洁水和基础设施所做的那样。伯尼·桑德斯预测拜登将在2024年压倒性获胜。英国《独立报》参议员伯尼·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表示，如果乔·拜登总统挑战企业权利并为普通美国人提供服务，他将再次当选。桑德斯说，拜登需要在工人阶级问题上比他未来的共和党对手更强大。他需要明确表示他代表所有美国人民。桑德斯承认他和拜登之间存在强烈的意见分歧，但表示选民将根据拜登的记录来评判他。桑德斯还评论说，选民的选择是明确的，将是亿万富翁阶级或劳动人民之间的选择。纽约远警局官员在抢劫中被枪杀33年后死亡。多伦多星报侦探特洛伊·派特森 Troy Patterson 是一名纽约警官，在一次拙劣的抢劫中头部中弹后，他处于植物人状态33年，已经死亡。派特森正在布鲁克林的街道上洗车，当时3名年轻人走近他，要求$20，其中一名15岁的劫匪开枪打死了他。派特森的同事迪贾科莫在他的康复设施中拜访了他，并说派特森可以对身体动作做出反应。这3名劫匪都因与枪击有关的指控而入狱，并已被释放。父亲讲述枪手如何向德克萨斯州的家开火。BBC 德克萨斯州的一次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一个1个月大的孩子和他父亲的妻子，还有2名妇女在保护婴儿和1名2岁女儿时死亡。据报道，嫌疑人法兰西斯科·奥罗佩萨 Francisco Oropesa 在加西亚先生和他的邻居要求他停止开枪，以便他们的孩子可以睡觉后，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威尔逊、加西亚的家开枪。奥罗佩萨仍然逍遥法外，联邦调查局呼吁公众援助，导致他被捕。该事件发生在美国发生了一系列枪击事件之后，这些枪击事件提高了人们对其枪支法的认识。为什么州长雅培援引枪击受害者的移民身份。华盛顿邮报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 Greg Abbott 长期以来一直是移民的强硬派，但他最近强调了5名无证移民在当地居民大规模谋杀中丧生的移民身份，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杀戮发生在11月12日休斯顿北部，导致雅培悬赏$2万逮捕嫌疑人。然而，他将凶手和受害者都确定为无证移民，而遇难者中至少有1人是合法永久居民，而另1人可能是公民。这是州长将移民问题纳入其他政治关注的另一个例子。随着他竞选连任以及抵达美墨边境的移民人数激增，这些担忧已经凸显出来。然而，批评人士认为，雅培的策略被用来将紧张局势塑造成更极端的。他们担心的是，雅培正在关注所谓的移民非法性，以在政治上定位自己。这一发展加剧了支援更严格的移民法的人和不支援的人之间的现有紧张关系。强大的龙卷风在佛罗里达州南部翻转汽车。BBC 佛罗里达和弗吉尼亚海滩在周末分别遭受龙卷风袭击，造成数十所房屋受损，并颠倒了停泊的船只。根据国家气象局迈阿密办公室的数据，在佛罗里达州南部，龙卷风的风速高达130英里小时。这2个州都没有死亡报告。弗吉尼亚海滩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为居民开放了临时避难所。由于道路封闭和风暴破坏，学校周一仍然关闭。谢谢收看美国简报，这是我们团队总结分析出来的美国重要信息，来源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专家，让您在非常短的时间掌握美国动向。需要更多信息与进行讨论，请关注6度世界3w.6d.world。